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作为苹果目前售价最贵的 iPhone 手机，16 Pro Max 今年在升级方面新增了屏幕尺寸，还加入了相机控制按钮。其实新增这两颗新设计，对于 iPhone 16 Pro Max 本来是件好事，但对于果粉来说，将这两颗新设计凑在一起，反而让 iPhone 16 Pro Max 被喷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许多 iPhone 16 Pro Max 机主反馈，6.9寸大屏幕让手持体验度没有那么友好了，而新增的相机控制按钮更加容易出现误触。本来以为这只是个例，并没有放在心上，但随后吐槽越来越多，主要还是集中在新增的相机控制按钮上，认为这个新设计完全是个鸡肋功能，因为大部分用户都是日常使用，对于拍照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新增相机控制按钮后，有点画蛇添足，并不能提升用户体验度。不可否认的是，相机控制按钮确实让16 Pro Max 在拍摄体验方面得到了提升，但由于各种误触，造成许多没必要的麻烦，才会让16 Pro Max 使用体验下降。Jeffrey 觉得，相机控制按钮大概率是个过渡设计，明年很可能会取消。要知道，苹果手机主打的就是极简设计，但16 Pro Max 却反向升级，让边框上的按键越来越多。如果算上今年新增的相机控制按钮，现在16 Pro Max 边框一共有5个按键了。虽然说相机控制按钮是电容式触控按键，但很大程度上 Jeffrey 认为苹果这是做一个尝试，那就是明年 iPhone 17系列很可能会新增更多的电容式触控按钮。目前就已经传出消息，操作按键和音量键将合成一个按钮，也采用电容式触控按键，但功能得到保留。如果再激进一点，会不会将相机按钮和操作按键全部都设计在一起呢？而这项设计实现的话，那么首先就要改善的就是误触问题。关于误触，其实苹果已经发布了 iOS 18.0.1，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得到改善，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也是 iPhone 16 Pro Max 被喷得最惨的原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彻底改善 iPhone 16 Pro Max 误触问题，应该是无解了，因此还是期待下一代 iPhone 可以彻底解决吧。虽然 iPhone 16系列槽点多多，但市场需求依然强劲。iPhone 16 Pro Max 在开卖之初，沙漠金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而且在开卖首周 ，iPhone 16系列卖出3700万台，光是 iPhone 16 Pro Max 全球就卖出1000多万台，可以说需求很强劲。如今16 Pro Max 已经开卖有3周了，虽然面临各种吐槽，但这款苹果手机还是没有凉，销量持续保持火爆。最近知名苹果供应链分析师郭明基就对 iPhone 16系列出货进行分析，在分析报告中指出，16 Pro 和16 Pro Max 的需求大致符合预期，供应商在持续生产这两款机型，但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的需求相比去年没有太大的起色。虽然说这两款苹果手机在升级力度方面比较大，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还算便宜，整体吸引力还是不如16 Pro Max， 而且开卖3周了，势头还是这么猛。郭明基还指出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由于需求不够强劲，因此11月中旬后的订单会降低。看到这里 ，Jeffrey 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1月中旬是华为 Mate 70系列发布，很可能是避开华为手机的销售高峰期。值得一提的是，郭明基还提到一个细节，那就是 iPhone 16 Pro 系列的出货量与 iPhone 15 Pro 相似，也就是说，今年 iPhone 16 Pro 系列销量还是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没有上涨，也没有下降，但 iPhone 16 Pro 的出货时间缩短了。最后，郭明基也预计了今年 iPhone 16系列出货量，预计会生产8800万到8900万台，要比去年的9000万到9100万台要低。注意，这里是指生产订单数量，而并非出货数量。想必这与之前的预期有点不一样。在 iPhone 16系列开卖之前，苹果当时下单9000万到1亿台左右，其中 iPhone 16 Pro Max 生产数量最多，大约在3000到3700万台左右，可见苹果对于超大杯机型还是充满了信心。整体来说，16 Pro Max 势头还是太猛了。其实购买16 Pro Max 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冲着其影像功能去的，而这次的 iPhone 16 Pro Max 据说是用了 iPhone 史上最贵的 CMOS。有关 iPhone 16 Pro 系列的主摄传感器，也基本可确认，来自苹果跟索尼独家定制的 IMX903。作为参考，上代 iPhone 15 Pro Max 和14 Pro Max 使用的都是 IMX803。从 iPhone 6s 主摄的800万像素升级到后来的1200万像素，再到 iPhone 14 Pro 主摄升级到4800万像素。而除了像素升级以外， Pro 系列的 iPhone 主摄传感器也在不断变大，随着各家都开始用上接近1英寸的图像传感器，苹果也终于加入了4合1技术的行列，找索尼定制了这么一 1.28 英寸4800万像素 1.2 微米较 iPhone 13 Pro 的 IMX703，其底的面积直接大了65%。
不过在今年的 iPhone 16 Pro 上 ，IMX903 的尺寸依然是11.28英寸，4800万像素，1.2微米，并没有变化。这相对于发布前传闻的更大的11.14英寸双层晶体管堆叠技术，显然相去甚远。乃至之前还有传闻称，全新的 IMX903 成本相比1英寸的 IMX989 贵了接近1倍。那么，实际上 iPhone 16 Pro 这枚主摄传感器究竟升级了哪里呢？根据苹果官方的描述，新的4800万像素融合式摄像头搭载更快的传感器，并引入全新 Apple 相机架构，能更高效地将数据从传感器传送至芯片，证明 iPhone 16 Pro 的确是换用了全新的传感器。所谓的更快的传感器，应该是指 IMX903 改进了制程工艺，采用了与目前索尼最顶级的1英寸传感器光域 LYT900 相同的22纳米工艺。工艺的升级无疑会带来更好的能效表现，这也是此次 iPhone 16 Pro 能够支持 4K 120fps 杜比世界格式的前提。配合 A18 Pro 的全新图像信号处理器，可实现对 4K 120fps 杜比世界视频逐帧影院级画质调色。更快的传感器在拍摄4800万像素照片时，还能实现快门零延迟，并进一步降低功耗。在传感器技术已经发展如此成熟的今天，其实就跟手机 SoC 一样，能效也就是更先进的制程工艺决定了其还能有多大进步和提升的空间。至于此前网传的成本，相比1英寸的 IMX989 贵了接近1倍，那必然是过度夸大了。成本控制大师库克就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当然，随着工艺的升级，成本有所升高也是肯定的。不过，成本与出货量也有关系。有数据显示，索尼半导体的营收有超过1半都来自苹果的订单，可想而知，苹果在索尼面前的议价能力，即使索尼想涨价也涨不了多少。那么，为什么会传出 iPhone 高出1倍的传感器成本呢？实际上，这说的不是这次 iPhone 16 Pro 上的 IMX903，而很可能是用在下一代 iPhone 17 Pro 上的 IMX907。根据目前相关信息，索尼 IMX907为更大的1.12英寸，分辨率更高，为5000万像素，配备1.4微米4像素自动对焦和0.7×0.7微米子像素，并采用了双层晶体管技术，可在低光条件下增加光吸收并降低噪音，同时保证更小的体积，这正是其成本爆炸的原因。而该处理器还在打磨阶段，能否出现在 iPhone 17 Pro 上，最终还是取决于工艺的完善和成本能否降低。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你会因为影像能力而入手 iPhone 16 Pro Max 吗？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